因为刚才你们表现不错，还是告诉你们吧。所以是你们很聪明啊，这个一点掌声就把老师肚子里的东西都掏出来了。这个不聪明的人是没掌声的，那个掌声都撇呀，鼓两下就行了。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这个叫 DNA 啊 ，DNA， 它在你的哪里呢？就是我刚才说我们是一个能量球或者叫能量点，实际上我们是一个能量球，有很多点点点组成的一个光点组合成的球啊，光球啊，光球，所以叫活泼泼、圆脱脱、光灼灼、光而不耀。那么今天的科学家发现，我们人是由10兆个真核细胞组成的。你看着你是长这个样子啊，你们女孩子还很喜欢打扮，实际上拿放大镜一看你的皮肤，你觉得你皮肤很好，放大镜一看全是那些什么波动啊，全是点点的波动，能量体，完全不是一个固定的。这个因为人的眼睛是骗你的，所以它固定的就是让你看得很美，实际上你只能看到这个波，比它的长波看不到，比它短波又看不到，所以是用放大镜可以看到更精细的，会看到人体全是波动的啊，有的升起来，有的下去，有的升起来，哎，它是一个波动体。那换句话说，你的五脏六腑，你的这个脑壳、头发都是波动体，不停地跟外界在交换着，它在动荡着。这就是来自波粒二象性，就是有一个物质粒子一定有波动，懂不懂？一定有波动，说是有物质一定有波动。那今天科学家发现更厉害的，在这个波动中还有意识，就是量子它有意识状态，这个将来再给你们讲。先讲这个10兆个真核细胞组成了我们人体。兆是个什么概念？因为你们这个只有100万的概念就比较难算啊，你们这个是100万对吧？这个100 million 啊，实际是100万再往上叫什么万？中文学得好的人就知道叫什么万？千万，千万再上去是什么？万万，不是千万。万万就是亿了，就换成中文的数字就是亿了，懂不懂？亿之上的倍数10倍的叫什么？10亿，10亿这样上面叫什么？100亿，100亿再10倍，1000亿，1000亿再10倍，万亿，万亿再10倍，亿亿啊！你看它到底有多少？说这个就叫1兆啊，亿亿叫1兆，你有10兆，10兆，10兆个真核细胞怎么算？而以前说无量，无量就是数不过来了，没有计算机那个时候，你这样算没办法算。所以是你是个什么？你就是这10兆个真核细胞组成的，一个细胞就是一个光点，你由10兆个这样的光点组合的一个身体，就仅此而已。那在这个身体里面有什么样的秘密？有什么样的秘密？说今天科学家发现，主宰细胞里面的叫密码子，密码子镶嵌在一个叫链条上面，所以组成的这个叫 DNA， 这是生命科学的这个实相，它帮了我们很大的忙。所以这个 DNA 那么有多高？一个真核细胞里面的，你是有这么多，一个真核细胞里面的 DNA 大概是170 cm， 就是老师这么高啊，大概我1.70米啊，170 cm， 所以是一个细胞里面展开你的 DNA 链条这么高，跟我一般高。你有10兆个，你算吧，你有多少个链条组成？所以是那么这个链条里面是什么样的秘密呢？它有4对碱基 ATCG 啊，这样的4对碱基组合啊，这样的组合下去，
组成的一个链条。那么这个链条，这个叫双链，因为它有2个链条。那么所以是这个双链的特点呢，是一个向下走，一个向上走，像拧麻花一样，它2个必须是这样拧着，一个上一个下，这样拧着，然后就组成了一个链条。在你的这个，这就是 DNA 的链条的这个模型啊，模型，也就是这个链条连起来1米是吧？170 cm 啊，这么高啊。这个链条里面有什么秘密呢？就是在这个链条里面，科学家发现这些 ATCG 碱基总共有4个碱基，它是一些英文字母。因为我们不教你 DNA， 也就是说，在座的各位年纪跟我相仿的很多，这个学问我们没有学过。我们在大陆的时候，我在中学、大学里 DNA 学说还并没有兴起来，所以说我们只学到细胞，啊，细胞里面的核的部分我们没有学。那现在已经成通识了，年轻的10几岁、20几岁的中学课本里面已经开始学 DNA 了，所以说我们老了啊。但是我们要不老，你知道有个窍门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学最先进的东西，更新自己的软件，就是什么东西是刚刚发现的，我一定要掌握它，一定搞通它。然后你的脑袋里装的都是新知识，然后新软件，你就是个年轻人。因为我考了很多这个中学的，这个中学生，他们学了 DNA 讲不清楚。我说你比我老，你不懂啊，我懂你不懂啊。我们这个10年前，量子科学家公布了，发现了这个量子意识。我马上就学会去应用的，说我用的始终是科学最前端的软件，最前端的知识，所以就是一个新人，就是一个 leader。因为你抓住了这个东西，所以你能够引领那些没有这些知识去学习，然后引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。所以说你走在人类的最前端，所以一个智者就是一个学习。什么人可以成为真正的成功者？学习，再没有别的方法，不停的学习，啊，直到没有直到死了再说，叫因为这个活到老学到老，不死一定要继续学下去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窍门，你们要记住。所以说你要更新大脑软件，更新大脑里的知识。你不要还停留在我们那个中学时代，我们那个小学时代，你真的老了很多了，不堪入目了，啊，是吧？儿女跟你没有话说，为什么？哎呀，有代沟啊，是知识代沟，是中间差得太大了。我说的话你们不懂，你说的话我不爱听，因为太老了，太旧了，对吧？你手机都天天年年用新的，谁不喜欢新的呢？所以要更新自己的软件。好，那这个咱们补一下课。ATCG， 那这个叫4个碱基啊，它在我们的这个 DNA 里面是负责镶嵌在双链上面2个链条上面帮我们产生连接作用的啊，也就是它镶嵌在这个骨架上面，这个骨架从这个地方啊到这个地方，中间这个是它的连接，然后这一段跟它对面的这一段就是碱基啊，总共只有4种碱基 ATCG， 然后它排列出来这个4种碱基的这个排列，因为它整个的排列下来，每3个碱基它是一个基因密码子，就是2个不行，它必须完成3个。那这样的话，4的6次方是刚好是64啊，64是八卦的数字，8864卦啊，所以那你不得不佩服中国古代
实际上对基因科学它是用易经这个名词来说的就是易易是什么？易是上面是日，代表阳，下面是月，代表什么？阴。是不是？易经又叫明经，是阴阳放光的学问这就是易。那你破译了这个简单的东西以后，你再回来看 ATCG， 它是 A 指跟 T，C 指跟 G 配对儿，它不配对儿的就不能连接的。只要一形成配对儿以后，它一定是 A 指跟 T，C 指跟 G。所以我们去欧洲问这些科学家说为什么是这样，他说不知道，我们是观察到现象。那我们到了东方，回去中国跟基因科学家沟通的时候，他们有学易经的，他说你不懂中医，这个我们易经里有一个阴阳生四象吗？我说这个阴阳生四象，我们学过易经的都知道嘛。道生一，一生了二，二就是阴阳，然后后面就是什么生四象，它是什么阴阳，古代就把它写成阳跟阴也就是你现在用这个符号来标解阳阴，你看电子符号就会了。然后那么阴阳它有4种状态，所以是老阳老阴，少阳少阴。好了，所以说阴跟阳放在一块会什么？光产生了。好，这个时候你才知道 A 跟 T 看见没有？阳跟什么阴放光了没有？放光了。阳跟阴放光了没有？所以这个地方它就产生连接，连接产生的这个物质叫氢，所以是它这个是透明色，像钢琴键盘，所以叫氢键这是中文翻译。说氢键产生连接 ，A 跟 T 产生连接 ，C 跟 G，C 跟 G 产生连接，把它连接成这种骨架结构，一个放开以后全部连接的结构。